每日更新最新短剧，感谢订阅。女孩惊讶地发现，敌国的车辆竟来到了自家的门外。Mademoiselle, votre maison a été réquisitionnée pour loger une officier allemande. 原来在二战初期，德军便强行占领了法国，于是为了给他们的上尉寻觅一个临时的居住所，敌军竟看上了祖孙俩的房屋。尽管他们内心极度的不愿与反感，可在这强大的势力压迫之下，他们却也无可奈何。Jeanne, va lui montrer les choses. 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在一番挑选之下，他们竟还看中了安妮父母的房间。C'est impossible, c'est la chambre de mes parents. Elle est donc disponible. 而安妮之所以如此不愿，只因这间房屋是她对父母唯一的惦念来源。尽管父母已因战争离世多年，但她却仍旧会将房屋打扫得既干净又整洁，而每日一换的鲜花与父母的照片更是得摆放得井然有序，好似这样父母就从不曾离去一般。可她所小心呵护的一切却被敌军的到来给打破了，尽管内心的愤怒早已风起云涌。Celle-ci sera très bien. 可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拿走父母照片和那一束精心准备的鲜花。而很快，上尉的行李便被搬了进来，这也就意味着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将与一名敌军侵略者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或许是由于国仇家恨的入侵，亦或许是那份压迫之心无处发泄，今年的法国仿佛异常的寒冷。即便是戴维在火炉旁，却仍旧感受不到温暖。晚饭后，安妮如往常般来到钢琴前弹奏，而当手指与琴键接触的那一刻，美妙的音符瞬间在房间回荡开来，仿佛那炉火也跟随着音符的飘动变得摇曳生姿。而与此同时，德军上尉已悄然驱车来到，只是在下车瞬间便已被这首巴赫的前奏曲所吸引。上尉小心翼翼的迈步，生怕一丝不慎的响声便会惊扰了这潺潺流淌的琴音。他缓慢地推开房门，可随着他的出现，美妙的琴音却骤然停歇。此刻他们的内心既惶恐又不安，更夹杂着对敌军的无比愤懑之心，可却只得用无声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不满。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军官并不像想象中的那般粗鄙无礼，反而异常的绅士。Je me présente. Je suis désolé. Ma présence ici, naturellement nécessaire. 而军官也仿佛意识到了自己并不受待见，可即便他在彬彬有礼，却也改变不了那身为侵略者的事实。即便已是战败的一方，他们却也有着自己的尊严。面对祖孙俩的冷漠相待，维也纳并没有因此而勃然大怒，反而十分尊敬他们，只因他也曾体会过战争的无情。于是每当与祖孙俩见面时，他总是会尽可能的毕恭毕敬，不仅清晨会立正行礼。Bonjour. On sent qu'elle a une âme. 夜晚归来也总会道声晚安， Bonsoir. 并且除了早晚的问候之外，在空闲之余，他也会关心起祖孙俩的生活。 Que le temps m'a changé. Avec le grand marais. 可安妮并不因此而领情。这天，安妮如往常般前往小镇领取食物，因在这个特殊时期，所有的粮食都被德军控制着，而普通民众便只得排队领取少许的口粮。可当他领取到食物后，原本锁好的自行车没想到竟被人无情地偷走了。实属无奈之下，他只得步行回家。可这遥远的路程还是让他的脚难以承受。而就在他准备休息一下时，没想到维也纳正好开车路过，他热情地邀请女孩上车，想要送她一程。可当他绅士地打开车门时，女孩却头也不回地擦肩而过了。面对侵略过自己国家的敌人，尽管再累，他也不愿接受来自敌人的好意。回家后，他的脚早已被磨起了泡。而当维也纳回家时，他如往常般地来到了客厅打招呼，祖孙俩也依旧不予理会。 Pourtant, j'ai perdu mon père moi aussi. Quelle est la famille française ou allemande qui n'a pas eu un mort par la Grande Guerre? J'ai beaucoup de respect pour les gens qui aiment la patrie. 可听到这里时，安妮竟在一个敌军嘴里意外地体会到了感同身受。可由于国仇家恨间的阻隔，他们之间却又无法真正的体会彼此。而就在这时，爷爷突然提出想要听孙女弹琴，可安妮却毅然地拒绝了。她无法接受自己的琴音传到敌人的耳朵里，于是她决定就此不再弹琴。第二天，安妮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直爱慕自己的表哥，于是她坐上了他们的顺风车。可与维也纳上尉的绅士相比，他们两人那猥琐的目光却几乎没有离开过安妮，这让她顿时感到如坐针毡。可当她不经意想起维也纳时，她竟又不由得开始面露笑意。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安妮竟习惯了维也纳每次的晚安。可这一次很奇怪，维也纳竟意外没有来到客厅，而是直接回到了房间。没有等到那声晚安，安妮竟感到了一阵莫名的失落。还好不久后，维也纳再次敲响了房门，并且已换好了便装。这一次，她想要留在这里烤火取暖。 Ma chambre est très froide. Si vous me permettez, je pourrais me chauffer quelques minutes à votre feu.
可祖孙俩依旧没有给予回应，但好似他们也没有了先前的反感。于是他自作主张地来到了火炉前，而温暖的火炉使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家。可由于家族的传统，他才被迫入了伍。他没有选择，也无法选择。随后他来到了书架旁，一口气说出了众多法国作家的名字，而字里行间似乎都在诉说着对这个国家的喜爱。接着他来到了钢琴前，原来他之前竟是个作曲家，而他最爱的乐曲便是刚来时安妮弹奏的那一首巴赫前奏曲。他知道安妮亦是如此，然而在国家大义面前，这样的共同爱好在此刻却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第二天，维也纳意外发现了摔倒的小孩，但他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亲手将其送到了邻居的家里。然而这一幕正好被安妮尽收了眼底，他似乎也被维也纳的人品所打动，于是他找到了邻居家的男孩，想要知道维也纳说过的每一句话。Qu'est-ce qu'il t'a dit le monsieur allemand la dernière fois qu'il est tombé? C'était pas grave。或许连安妮自己都不知道，她的心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每到晚上，安妮总会时不时地望向门口，当回来晚时，她会不由得担心，可真回来时，她又会开始变得局促与紧张，仿佛那句晚安已经占据了她全部的心房。可明明两人的距离不过一步之遥，但却又像是隔着整个宇宙般遥远。维也纳告诉安妮，她喜欢大海，因为大海很宁静。可她说的似乎是大海，却又好似不只是大海，而是一种无法言语的东西，它藏在了情感的最深处。Je suis très heureux d'avoir trouvé ici un vieil homme digne et une demoiselle silencieuse. 然而一旁的爷爷仿佛早已洞悉了一切，说完这些，维也纳便转身离去，而走之前也依旧不忘说声晚安。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安妮早已被泪水模糊了眼眶，她努力地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可内心却早已风起云涌。至此以后，安妮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形象，她不仅整了一个时髦的发型，还穿上了母亲生前最美的裙子。她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成熟知性，因为今天是1年1度的圣诞节，她知道爷爷今日会去参加弥撒聚会，于是她的盛装打扮只为等待维也纳的归来。Vous jouez le prélude de Bach. C'est le plus beau, le plus pur. 他缓慢地来到钢琴前，弹起了安妮之前弹过的巴赫前奏曲，动人的琴声瞬间在客厅回荡开来，时而高亢激昂，时而低沉婉转，仿佛每一个音符都有了生命，也如那春风拂面般温暖着安妮的心房。一曲弹罢，维也纳情不自禁地来到了安妮的身后，看着她那白皙的脖颈，他忍不住地想要伸手拥抱，却又只得将手放到了座椅之上。他有许多话想要对安妮述说，可那千言万语却只化作一句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oël. 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之下，也有着共同的爱好，更清楚彼此的心意。可他们比谁都更清楚，有些爱意只适合藏在心底。待到维也纳离开后，安妮独自来到了他的房间，并拿起了心爱之人的围巾，贪婪地感受着上面残留的余温。而当瞥见维也纳的家信时，一股好奇的种子在心底油然而生。于是他打开了信件，他想要了解维也纳的一切，随后便直接躺在了他睡过的床榻之上。而这里仿佛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气息，使他不由得为之深深着迷。当抱住枕头时，好似将心爱之人也拥入了怀里。直到听见屋外的车辆声，他才准备立刻逃离这里，并迅速地将信封放回了原位。可关门时的一阵风却不慎将它散落在地板之上。没有意外，维也纳还是发现了这封被动过的信件，而屋内的一切微妙痕迹也代表着他踏入过这里。于是第二天，他趁安妮去镇上买鱼时，便一直在屋外等候着她。他似乎想要得到一个答案，而安妮的心也顿时变得紧张。她忐忑不安地向维也纳走去，可由于太过紧张，安妮的鱼框不慎摔落到地上，而眼神交汇间，他们不仅没有一丝言语，就连捡鱼的双手也近乎完美地错过了。而看着安妮冷漠的模样和毅然决绝离去的背影，或许真的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可待到安妮回到家时，没曾想垂涎她已久的表哥竟早已等候多时。他想邀约安妮出门幽会，可安妮的拒绝却彻底激怒了表哥，那份爱而不得的心使他的行为也变得扭曲。还好这时维也纳正好驱车归来，他听到了屋内的动静，才阻止了这场闹剧的发生。可看着安妮惊恐慌乱的模样，维也纳并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言语，而是径直地回到了房间。他很清楚他们之间永远也不会有未来，与其注定没有结局，那么不如从不曾开始。不久之后，邻居找到了安妮。Quoi, qu'est-ce qu'il y a? Est-ce que tu serais d'accord pour t'en occuper si quelque chose nous arrivait à Louis et à moi? Je te dis ça, qu'est-ce qui pourrait vous arriver? J'ai besoin d'une réponse. Oui.他早已猜到了邻居背后的身份，因为他总是会将一盆天竺葵放在窗台，可不久后又会取下。而他这次的言语，或许他们即将有更大的动作。果然不出所料，在一个深夜，安妮从洗手间出来时，无意间听到了屋外的动静，竟有一名爱国者将一枚炮弹偷偷地安装到了维也纳的汽车底下。于是他急忙跑上了楼梯，接着来到了维也纳的门口。可正准备敲响房门时，他迟疑了。一边是沉重的家国之恨，一边是少女对爱情的纯真向往。
而在一番思索之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在国仇家恨面前，个人的情感已变得微不足道。可这个选择却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这一晚注定无法安稳入眠，他只得守在窗前度过了一夜，直到被窗外的德军惊醒，一股莫名的恐慌顿时涌上了心头，他的心砰砰直跳，就连呼吸也变得沉重。直到听到维也纳下楼的声音，他急忙跑到了钢琴前，迅速地弹起了那首巴赫的前奏曲。果然在琴声响起的那一刻，维也纳停下了出门的脚步，随后他疑惑地来到了女孩的跟前，因为自从第一次入住后，他便再也不曾听到过安妮的琴声。原本以为是女孩在回应自己的真情，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女孩所做的一切竟是在护他周全。 Lassen Sie den Motor anspringen. Der kommt dann schon.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维也纳顿时明白了一切，而安妮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在此刻落了下来。维也纳死里逃生，可他的德军同胞却没有幸免遇难。他们隔着火海向对方望去，可这看似几步之遥的距离，却又像似隔着无尽的光年，遥远的让人无法向彼此靠近。而很快，他们便查出了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一旁的邻居夫妇。而等待他们的，也只会是望洋兴叹的结局。只是可怜了他们的孩子，从此变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而安妮也完成了她对邻居的承诺，收养了他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有一个健全的父母，他想再帮孩子争取一次。可当他来到德军的占据地时，却被敌军无情地拦住。而维也纳也便在人群中看到了安妮，他知道安妮来此的目的，也看出了他那期盼与恳求的眼神。可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军官，即便有心，却也无能为力。他们都有各自的无奈，却也有各自需要坚守的东西。晚上，安妮坐在客厅，仿佛在等待着维也纳的到来。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次维也纳是来告别的。Je m'en vais. Je demandais de partir sur le front russe. Mais là-bas, il fait moins 40. Les soldats ne peuvent plus. Je mets en route ce soir.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 Adieu. 这一去注定九死一生，而安妮虽仍旧没有说话，可脸颊的泪水却早已说明了一切。此刻，那份爱意不断地在心底打转，她再也无法抑制地追了出来。她想要与心爱之人做最后的道别，可当看到维也纳那深情的目光时，纵有千般言语，却也只能道一句：这是安妮第一次与他开口说话，却也是最后一次说话。而在这段特殊的感情里，他们的爱仅仅只有一句话，没有拥抱，也没有甜言蜜语。可这短短的一句言语里，却早已潜藏了无数的爱意。可那个已入了心的人，却永远也不会消失，而是埋藏在了彼此的心底里。后来，安妮踏进了一个神秘的房间，并在窗台放上了一盆天竺葵，而这正是爱国组织的暗号。可天竺葵原本是象征着浪漫的花朵，然而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却没有浪漫，只有那极度隐忍的克制和爱而不得的悲伤。而本该汹涌澎湃的爱意，却深沉而安静地沉入了海底。可也正是这份纯真和浪漫，无声地控诉着战争的悲哀，却也教会了人们，唯有珍惜当下，才能不负韶华。